到哪里去找一个战争博物馆让你练习？美军摆下了进入战争状态的舰队，要了解到055，它根本就是一个区域防空系统，它可以在500公里里面侦察所有的战斗机。我根本就整天24小时练习侦测 F-35。那如果美军一下子出来了100个目标，我要用什么方式拦截哪几个目标？透过卫星跟北京的指挥部怎么去联系管理这个作战系统？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参加什么比赛，到现场看别人怎么打球，有时候比自己在练习更重要。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出手了吗？因为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是传出来说，包括大陆的055大区，还有瞭望1号都现身在伊朗。那看到目前的形势，川普则是呢急调了他的 F-35来驰援壮胆吗？现在根据了解，爱国者飞弹也做了机动部署，难道他要化攻为守，还是化守为攻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来看到现在美伊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这个时候的角色是正式的出手吗？海军突然间派出了一支不寻常的远洋军队。我们特别来看到的是，难道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要掌握西方的情报站来帮助伊朗了吗？出动了055大区之外，还搭配了052型的驱逐舰。那么现在呢，是直接已经进入到了阿曼湾跟印度洋北部的海域。还有这个是瞭望1号，这个是被称为大国重器的瞭望1号海上测控侦测船都已经开始做好了部署，外界开始做解读了。这一次中方大动作的部署，难道是要负责监控跟美军还有西方舰队联动的，并且将情报提供给伊朗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真的出动的话，是真的会提供情报给伊朗吗？会不会从这个美中之间的区域战争变成这种大国代理人的战争？李将军怎么看？确实如此哈。伊朗来讲的话，对中国有地缘战略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性，由于是现在伊朗的原油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中国这个也必须要有伊朗的原油哈。因此来讲，我觉得这场战争如果说真的爆发来讲的话，对中国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说万一真的迫不得已，伊朗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话，那中国对于油的这种输入来讲就会受到干扰。就中国来讲，当然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可是，一边是美国哈，一边是伊朗，中国想要帮助伊朗，但是又不愿意得罪美国的状况之下，所以他派了这一艘这个瞭望1号到这个阿曼海湾这个地方来阻止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瞭望1号凭什么就可以阻止美军攻击呢？我跟各位讲美军如果说是要对伊朗发动攻势来讲的话，第一个打击的可能就是用它的所谓战斧巡弋导弹这个它现在来讲，在海上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可以说是加大号的航母战斗群，因为它虽然说只有一艘林肯号航空母舰，但它周边的包括到驱逐舰来讲有10几艘所以它同时可以发射几乎是上百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那第二个我们知道，它可能采取的攻势，包括可以利用它的 F-35战机或者是说在约旦部署的 F-15战机来对伊朗实施这个空对地的攻击。但是这些东西，不管你用战机，你用战斧型巡弋飞弹，你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要用电子侦控。电子来监控那瞭望者1号刚好可以扮演这种角色。你如果战斧巡弋飞弹发射出来，那你的所有电子参数这个瞭望者1号都会收集到齐，就美军来讲就很严重的泄密。那当然你的战机不管是 F-35或者是这个F-15如果战机你起飞，就算你要发射导弹，你一定要用电子来控制嘛。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就会泄密。那瞭望者1号在这个地方对美军来讲的话，就会投鼠忌器、绑手绑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我们知道，俄乌战争期间，那乌克兰初期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对俄罗斯很精准的打击？就是美国提供所谓的相关的影像情报或电子情报给乌克兰。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虽然说大陆来讲，虽然说不用真枪实弹来协助伊朗，可是光用这种无形的战力它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情报给伊朗。譬如说是它可以先期侦测到
这个美军起飞的 F-35战机，将这个情资提供给伊朗。伊朗虽然说没有能力这个用战机来做拦截，但是它最起码它可以这个事先提早防范所以对伊朗来讲的话也是不无注意。那另外来讲，为什么要有055？我觉得055在这边所扮演的角色，它倒不见得是要帮伊朗打仗它可能是在护卫这个瞭望者1号，因为这艘瞭望者1号它是一艘无武装的这种电子情报侦察船，它自己本身是没有武装的，但是它出来，它当然要有一艘的这种贴身带刀护卫来保护它的安全。所以很明显的，我觉得055在这边是护卫着这艘瞭望者1号。那瞭望者1号所担任的任务是这个对美军来实施电子侦收以及电子侦察，然后除了提供伊朗之外，那中国大陆也相对的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实际上面收集到美军的所有船舰的不管是导弹或战机的相关情资，这对中国来讲的话，以后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美军也会忌惮于此，可能在出手方面可能会有所顾虑。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可以说祭出了它的瞭望者1号它的目的也很明显了，除了制衡针对美军做这个征收电子的征收之外，另外也提供情报给伊朗2大很重要的目的。那我们也来看看，那美国呢？美国方面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大动作，再加上伊朗部署了各式的导弹，他现在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川普前几天不是一直在喊话吗？说马上会派出第2艘的航母到中东。确实，现在最新的消息，今天来自于早上的最新新闻，五角大厦已经决定了会把它在这个维吉尼亚州外海进行演训的布希号，现在呢会正式的在接下来2周的时间内会前往中东。那么再加上林肯号的话，总共会是2艘航母，接下来都会在中东。另外呢，持续的美军向欧洲增派它的 F-35隐形战机之外，现在有专家针对美国的战机做了一个战力上面的评估。专家认为说，目前部署数十架的 F-15只能够拦截伊朗的导弹、飞弹、无人机饱和攻击。再加上 A10和10多架的 F-15，他也认为没有办法扭转战局，真的是这样子吗？另外再来就是在军事基地，美军这边也有一个大动作的部署了，在他的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被卫星拍到，爱国者飞弹现在已经从固定阵地转移到机动的发射车了。难道这个战事是一触即发吗？以色列方面政治上面也开始做了施压，纳坦雅胡在11号抵达白宫，本来要说服川普总统，希望他能够去说服伊朗去削弱他的飞弹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在会后没有承诺纳坦雅胡，并且他只说了会持续的跟伊朗方面来做对话。一边是美国派 F-35航母，还有他的爱国者飞弹，那另外一边有中国大陆的055大区跟侦察船。到底美国现在他的想法是什么？他的动作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演变成美中对抗的这一场代理人战争？蔡委员又怎么看？这个中国不会去介入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你看看到哪里去找一个战争博物馆让你侦察、让你练习啊？美军摆下了一个航母打击群、2个航母打击群，那么样多的战斗机，搞不好还有轰炸机，还有防空导弹，它摆的是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舰队。那中国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来这边收集情报，那就太浪费了所以中国把瞭望1号拉来，055都拉来暂且不管瞭望1号我们要了解到055，虽然大家都是要驱逐舰很大的战斗能力，其实更重要的，它根本就是一个区域防空系统。所以对这一款的话，对方有 F-35，这什么意思？我根本就整天24小时练习侦测 F-35，光这个资料的价值就是无价的。因为平常中国大陆自己还要去弄什么那个F-20啊，什么是这 F-35去模拟不是歼35去模拟 F-35，那个再怎么模拟都不到位。现在人家摆在眼前摆在眼前让你去侦查让你去目标去做这种战场管理。这个等于是你解放军的船舰你要自己去做很强的战场管理。为什么？因为这个动555上面
有一款叫做龙眼双波段有源相控雷达，它就四面都有，架在船上面。这个它可以在500公里里面侦察所有的战斗机，那就测试一下这一次的 F-35逆中战机能够侦察到多少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还有 X 波段的阵列啊，可以导引防空导弹。那还有最重要反导弹的侦测能力。为什么叫反导弹侦测能力？因为它这一次的这个美国一定会发射刚才讲的战斧导弹或什么其他导弹去攻击这个伊朗的什么雷达系统啦，还有什么炮阵基地啦等等。那中国的假设我是挨打的，我怎么去多快的速度可以侦测到美国这些导弹的攻击方式、它的战术，还有它运用的技巧，还有呢，航空母舰一定有潜水艇，这个时候动物也可以侦测水下的目标。你平常到哪里找啊？找美国的潜水艇啊，它有些一定会跟着来，而且就在附近。那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所以水下的反潜跟侦收能力，还有电子支援系统、电子作战能力啊，当然这个未必会真的去干扰它，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可以尝试着测试自己的电子干扰系统，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作战的一个观测的一个对象。再加上它的数据件的能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跟这个瞭望号，或者甚至于我要透过卫星跟北京的指挥部怎么去联系，怎么去管理这个作战系统。是。那如果美军一下子出来了100个目标，这100个目标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我要拦截哪几个目标？虽然是模拟的，可是对方是现存的，对，不是你是自己去假装的。这个价值无比来得重要，无比来得巨大，所以他当然要开了好几个船舰到现场来观察嘛。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在参加什么比赛，到现场看别人怎么打球，有时候比自己在练习更重要。所以我是觉得解放军难得这个好机会，加油！好，所以解放军现在也看到了这样子的机会，未来先做一个侦查，未来是否用在真实的战场上面，我们持续要做关心。那其实呢，现在看到美伊两方现在就在这边僵持不下，其实心中最紧张的还是纳坦雅胡，而纳坦雅胡最新跟这个川普见上了面，他希望能够说服川普，就是对伊朗的动作还是要强硬一点，并且希望伊朗去川普去说服伊朗说可不可以削弱他的飞弹能力。川普到现在还是没有回答。如果美方不介入，接下来伊朗方面会不会自己来做介入？现在是不是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战略分歧了？赖老师又怎么解读？分歧是一直存在啊。以色列是比较倾向于打，美国川普他是比较倾向于用高压、极限施压的方式，最终是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也知道。你要把这个伊朗的导弹系统，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系统，全部都拿掉，这个强人所难。任何一个国家，那我干脆就缴械投降算了。这个可能性不大。所以对于美国川普来讲，他目前他所要的重点是在于浓缩铀的问题，做成核武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伊朗必须要承诺你不要做核武。第二个，你的浓缩铀怎么处理？浓缩铀的处理的方式，就是俄国已经开放态度，说如果伊朗愿意，而且是在伊朗的自愿下，他可以带伊朗来保管。但是那是伊朗的东西，伊朗什么时候都可以要回去。可是伊朗的哈梅内伊已经说得很明白，他的浓缩铀是不会出去的。那这个已经摆明了，就是说婉拒了这个俄罗斯的善意。那现在的放出来的讯息是，伊朗同意稀释它现有的浓缩铀，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提炼到60%，它可以稀释它，然后稀释到这个作为核电发电用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几个程序，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允许联合国的这个国际组织进来，原子能组织进来监察，这个是伊朗要谈判，跟美国要谈判。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我让到这个程度，那你美国要给我什么？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那对伊朗来说，你美国要把对我的制裁要解除，而不能够加强制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有矛盾了，因为以色列是主打，
而且是要求的条件很严苛，这个是美国也都做不到的。但是美国是认为我是用极限施压，那必要的时候打，但是如果能够不打是最好，用高压的方法达成我的谈判的目的。可是谈判的目的却跟内塔尼亚胡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现在川普本身的强势来说，内塔尼亚胡能够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啊，所以导弹这个部分不会列为谈判的要点，那应该是集中在浓缩铀。不过现在有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2月下旬中俄伊的联合军演，这是常态的、固定的，要展开了，所以中国大陆的船舰开始到位了，这个都是例行的军演，你美国没有权利去阻止。你美国单方面的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同意跟授权，你单方面的在伊朗的前面布阵布局，那是你家的事，那是在公海，国际公海，那是你家的事。中国的船舰也到了国际公海，甚至进入到这个伊朗的领海内的话，那是中国的权利。那俄罗斯的船舰也会到。因为他们2月下旬的时候，中俄伊开始联合军演，在这个海域，从阿拉伯海一直到印度洋这个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就会牵制住美国的航母跟战斗群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活动，因为有干扰了，有中国的船舰，有俄国的船舰，那对于对美国来说，他就绑手绑脚，所以我个人推断2月份打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了。是。那等到军演结束以后，打的可能性才又会上升。好，回到环球炸弹线的节目现场，我们延续刚才川普跟习近平这一场非常重要的通话，我们延续更多的议题。这次两人呢进行了一场长时间并且是深入的通话。那内容谈了什么？不止贸易，不止军事，包括台湾议题、俄乌战争，还有伊朗局势，全部都展开对话。而且在跟川普热线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视讯通话，等于1天之内呢，跟美俄的领袖展开意见交换，这是一个蛮罕见的情况，不太常见。而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南华早报指出呢，中国海洋的科考船叫做大洋1号，它现在现身在阿拉伯海，甚至呢逼近美军林肯号航母的活动海域了。大家都说林肯号不是已经把识别器关了吗？怎么大家都找得到它呢？这就很奇妙了。然后网络上呢，还有突然出现了什么东西？大量的中国高解析度了，我们看这张图，大量的这个军用的卫星影像，而且里头清楚标示了几个关键的要素，包含林肯号的活动范围位置啦，还有这个美军 F-15E 部署的状况，甚至是爱国者飞弹的阵地等等都搭配了简体中文来做这个叙述。那么军事专家就怀疑了，中国是不是在向伊朗来提供一些美军的动态情报呢？因为类似的手法在之前的印巴战争其实也有出现过。想先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川习通话？先谈到伊朗议题，接着又有这类的军事影像曝光，这是不是算是中国大陆对伊朗的一种非直接但是间接的一种军事帮助？中国有没有对伊朗提供什么协助？目前看不出来，如果有的话也看不到。这个网络上出现了自称高解析度的军用卫星这个解析度不高，所以不可能是中国大陆提供的军用卫星的影像。中国大陆没有这么拉惨了，一定更精密很多了啦。第二个，中国大陆会提供军用卫星影像给伊朗，也不会公开，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个商用卫星，那你说那个林肯号的位置？不难啊，商用卫星随便买都买得到啊！你现在花点钱上去，商用卫星买都买得到，所以不是问题，因为体积太大了。爱国飞弹基地也基本上都很大的东西是，但真正这个军用卫星要的是那种很精准的打击的那种坐标线比这个精准太多了所以这显然就是一般的网络上到那个商用卫星网站里面去 copy 下来的而已了那这个伊朗这个。即使是如此，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去对抗美军？坦白讲，没有，他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有人讲说，伊朗可能用1000架这个无人机攻击航空母舰，什么时代你大为投死这个不是不成体量、不成品质的东西那你说伊朗的很多的这个导弹可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那样去打了，不是问题啦以前人家觉得说以色列打不到，好像神话，不可能打不到，因为收了拦截都有漏洞嘛。
那你说这个靠这个导弹可以把以色列打垮，那也不可能啊！导致伊朗的领导阶层，只要他的国家有人被收买，就跟委内瑞拉一样，领导阶层会被斩首行动。那以色列在这边很有经验，美国在方面也不遑多让。搞正规的他不一定行，搞这种阴暗面，这2个才挺行的啊。所以美国现在可能整个加紧努力啊，就像委内瑞拉一样一般演习，那 CIA 就不断的在底下搞各种活动啊，去收买的活动。这个伊朗自己内部要警觉性一点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贪污腐败横行，要做到这么廉洁的官员，那也真的不太容易啊所以伊朗的很多情报都像漏筛子一样啊，连那个哈马斯的重要干部在你那边住都会被干掉，你可想而知伊朗这个内部有多糟糕啊！所以伊朗自己就垫的吧，中国帮不了太大的忙了真的是帮不了太大忙。中国也不会把宝压在这个满清末年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手上，也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所以这个你说中国跟出手要管控中东危机，他做不到，中国也没有必要去嘎这一脚，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但是外交上当然会讲主权国家这个不能被侵犯等等，基本原则讲一讲了因为中国现在是走和平路线嘛，可是美国是走这个实力霸权路线他为他的国家的安全他会施展力量，中国即使为了国家安全，他也不会去动用什么力量。对台湾就是如此啦，对日本也是软趴趴的，所以你不希望他对中东很硬。好，就在此刻，原本本周五呢要在土耳其进行的这个美伊的伊朗这个核谈判呢传出要改地方了，换到哪里？换到阿曼这个地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要求谈判的形式现在改成美伊的双边会谈，不再让其他国家列席参与或者观察员什么的，并且抛出一个新的筹码，就是暂停核计划可以。但是这个浓缩铀要送往俄罗斯代管，从交涉地点，从美伊的闭门会议到这个浓缩铀交给俄罗斯的种种这个3件套，我想问一下赖老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要求？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伊朗在测试美国是更想打还是要更想谈因为刚开始伊朗提出这个新的要求的时候因为原本已经讲好了2月6号就在伊斯坦布尔来举行会谈，但是后来伊朗突然间改变了。他要求说改到阿曼来举行会谈，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的，彼此之间激烈到就是说那就不谈了。那伊朗的态度也就是说那就不谈嘛，该打就打嘛结果后来美国还是同意伊朗说好，那我们就2月6号改在阿曼谈。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川普是更想打，更想谈的，没有更想打那一方面可能他的军力还没有完全到，二方面。美国要在这一次跟伊朗的冲突中，美国虽然完完全全可以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这个革命卫队或是军事能力，但是美国很难像在这个对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那个地方能够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美国可能很难做到。可是如果美国的军舰或者航母或者是美国的战机被伊朗打下来，或者被伊朗击中，那这个是大事这个对于川普在国内，还有川普他本身在这个年底的期中选举是绝对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个画面显露出来，例如说他的船、他的军舰被打了一个大洞，他的航母的战机被打掉几架，或者人员的伤亡，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件大事。我们在强调，他可以把伊朗做非常严重的摧毁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像在对于马杜罗的那个行动毫发无伤，这个真的是很困难。好，那我们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态度改变了，而且很强硬。第一个，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那对于伊朗来讲，他宁可选择一个更中立的，就阿曼所以这个对于伊朗来讲，在谈判的地点上对他是有利的。第二个，原本的谈判是1对1。然后就是2方谈判，还有一个就是3方谈判，另外一个就是多方谈判，要进行这3种形式。那
两方谈判就是美伊的谈判，是三方谈判就是土耳其当做主持人、东道主来主持两边的谈判，还有一个多方谈判，就是包括埃及、卡达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国这6个国家都来，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也并不和睦哦。那这些多方谈判里面，对于伊朗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地步。所以对伊朗来说的话，他要求的就是我跟你美国自己谈，单独对谈，那就其他的都不用参加了。是，那美国也同意了。好，接着就是议题了。本来美国设定4个议题，一个是浓缩铀的议题，一个是核能，一个是那个核武发展的议题，一个就是有关于它的中程导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资助其他的盟邦。例如说，包括珍珠党或者胡塞组织的问题，本来要谈4个议题，伊朗说只肯跟你谈1个议题，那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同意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也就是说，伊朗在初步他在谈判的过程里面，他略占上风。那当然之后的演变要看他们彼此之间在角力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事，也要看美国的军方的力量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已经赶到了这个地方，要对伊朗形成极限的一个施压这个也要看。最后一个浓缩铀的处理，俄国的态度是开放的，俄国说我可以接受伊朗的浓缩铀，但是这个浓缩铀是伊朗的，所以伊朗有权完完全全由他来处理，他什么时候要我交回我就什么交回。如果这个协议被撕毁，那伊朗跟我要求，我就会回去。这个协议就很像奥巴马时代的6+1的核协议，当初也是提交给俄罗斯做保管。是。好，我们再来看到是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他们指出呢，川普其实对于这一次核谈判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真诚的，而且川普包含很多的美国高官都一起帮忙背书，说川普他是真的不想攻打伊朗。那爆料呢，真正想发动攻击的其实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以色列。那其实这也不是秘密了，因为以伊早就已经是积怨已久。媒体指出，纳坦雅胡向美方要求，在伊朗问题上可以允许以色列自由行动的这个权限哦。那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美伊开战的几率是不是正在下降？那如果激不起美国这位大哥来率先出手来出头的话，以色列又按耐不住的话，那选择先行攻击伊朗，在没有美军帮忙介入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挡住伊朗这一些密集的导弹、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吗？还是摩萨德真的这么神通广大？之前的这个 BB 扣发动的进攻，我们都看到，还是可以把这个摩萨德已经渗透到打击伊朗这个高价值目标都已经安排好了。将军你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这个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那为什么伊朗这次谈判一开始的时候，他原来说要改到这个阿曼去美国原来不同意的，最后美国会同意？我觉得那当然在战场上面有这个美国已经先输了一筹这个从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见证者139的这种无人机对着林肯号的航母飞过去，那当然最后是被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35战机将它击落。可是这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这个伊朗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你林肯号的位置？我这次是用无人机过去，那我下次如果真的开战，我就可以用导弹过去了。所以美国是不是忌惮于说是伊朗已经侦测到，也可以掌握到它的战舰的位置所以它必须在谈判方面必须要让步。当然这一局来讲的话，我觉得最明显以色列来讲就是希望把美国拖下水，来打这场仗因为伊朗其实对美国的威胁不大毕竟隔那么远的国家，但是它的威胁最大的是以色列从2件事情看得出来。去年6月份的时候，以伊的互相的这种空袭的作战，我们就看到，虽然说伊朗本身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可是它毕竟怎么样，它对以色列也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尤其是说以色列的这种反导的拦截系统，到后半期战争后半期，它在拦截率只降到50%。那如果说是伊朗后续有更多的导弹，那当然对伊朗是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另外这次很明显的，如果说是伊朗真的是发展出来这个核武器的话，那当然它首要的目标就是对着以色列。第三个，我们经常讲，这次谈判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伊朗不可以支持它的在中东地区的
民兵武装组织，包括哈马斯包括到胡塞组织包括到黎巴嫩真主党。但是，这些组织是对谁威胁最大？当然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那如果说是伊朗率头攻击的话，我们不敢说以色列可以获得全胜，可是最起码不死也半条命哈。所以以色列来讲，这是很明显想要帮美国拉下水。但是我觉得川普也不是笨蛋，他纯粹就是商人，他知道这场仗打下去对美国不见得是有利。所以我认为说，从美国答应谈判地点改到安曼，可见呢美伊双方的开战的条件已经下降。那现在来讲，我觉得美伊双方互相在给对方一个台阶能够下来让这场战争不要发生。那如果说美伊双方台阶互相下来，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一直希望，他甚至于放话，他放了2句话这个纳坦雅胡说，他宁可挨700枚的导弹攻击，他也要颠覆何梅尼这个政权。从这句话就知道他的决心。那第二个，他现在讲的话是说，如果你美国不打，我就带头打。可是我觉得以色列讲这种是空话了这个他如果说美国不带头打的话，以色列现在他没有远程的攻击能力来讲的话，是做不到的，纯粹就是想要把美国拖下水。好，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中东的战火现在进入倒数，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新款的导弹亮相，中国大陆现在传出有暗中帮助伊朗吗？再来就是俄罗斯是否也有介入？美国航母危在旦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的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之后呢，是直接被美军的 F-35给击落下来了。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试图在另外一头呢强行扣押美国的油轮。中东战事现在被说是一触即发，美军能够掌握局势，避免战火全面蔓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现身在阿拉伯海，网络上现在还流出了一系列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卫星影像当中，是以中文标示了许多美军在它的武器中东的部署，这是中国公开支援伊朗提供给他灰色的情报吗？那美军又如何反制这一场情报战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接下来的，要在2月份特别关心，就是2月6号，美国跟伊朗会来谈这个核谈判。而在核谈判正式的进行前，我们看到伊朗直接抛出了他愿意承诺的事情，包括暂停他的核计划。浓缩铀会送往俄罗斯，川普则是要求说3个东西你要停和限制飞弹，这是第2个。第3个，也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这一场在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伊关系现在到了随时开战的一个边缘的临界点了。3号来自于美国军方亲自的证实了，说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时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号的航母附近的时候，立刻是被 F-35战机给击落了。另一方面，我们则是看到伊朗则是试图登上了一个他看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进行扣押，战事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出手相助伊朗吗？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看到了大陆的科考船现身在逼近林肯号的附近。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这一张图了，这个是网络上特别流出来的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卫星的高解析影像，并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中文字，在这个中文字当中，特别是中方标示了说美国的林肯号还有美军的E-15战机跟它的爱国者飞弹部署的地点，被军事专家解读中国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军的动态情报。他认为这样子的手法其实类似于过去的印巴战争。那么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部分则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舰导弹，这一款是阿布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弹头重达400公斤。现在根据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击沉前方美军9000吨的驱逐舰。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中国真的出手帮助伊朗吗？那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是否提供在这上面的情报战？美军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应对呢？再来就是反舰
舰导弹刚刚说射程高达了1000公里，代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林肯号航母是逼近危险的吗？干哥怎么看？当然是危险，但我们要知道，伊朗这次他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这就是一个讯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想说，已经相安无事了，你们不是已经上谈判桌吗？现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国的官员高阶他们都要见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是谈到什么地步？可是伊朗无人机怎么会在阿拉伯海出现？然后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号，这事情意义很重大。不过伊朗他宣称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商用的无人机，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没有逼近美国。当然讲要这样讲，但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 F-35，其实无人机到了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大概才会发现它。F-35是距离100公里，航空母舰战斗群100公里之外把它击落的。也就是说 ，F-35它的态势感知完全发挥作用了。你在空域里面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物体进来 ，F-35它被训练，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边周遭200-300公里范围之内突然出现的飞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美国的技术我们还是必须要认可的。他抓到了，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为你看不见。他抓到以后，然后飞行员直接下判断，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横截面要比隐形战机还要大。大家听得懂吗？无人机这么小，雷达横截面怎么会比隐形战机来得大？因为隐形战机是逆中的，你在雷达屏幕上面看的，只像一个小鸟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有螺旋桨，那个是非常不逆中的，他马上就判断这个是无人机，打。用怎么打？用 AIM-9响尾蛇飞弹打 ，AIM-9X 响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美军在第一次接触上面，他就已经有逮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万一不是一架的时候 ，F-35就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舰队防空就要启动。什么叫舰队防空？舰队防空就是神盾驱逐舰的防空系统，完全要启动。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全部要上啊，要拦截。这个画面会不会发生？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发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阿布马赫迪飞弹，这个飞弹我坦白跟各位讲好，这就是中国技术的援助。为什么？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后它弹头400公斤，这个完全是长剑10型的翻版。长剑10我最近有拿那个轰6它身上的长剑10给大家看，它就是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种弹道飞弹那因为弹道飞弹的技术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用在这种飞弹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们的长剑10型的飞弹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飞这么远，然后呢，它飞这么远，它还弹头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颗打到你美国航空母舰的话，是打不成的。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强调，400公斤的弹头打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总共11艘，每艘都是10万吨级的。你要2颗到3颗以上打中它，才能够把它打残所以说，其实反舰飞弹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心理因素会比实际集成要来的有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阿布马赫迪真的是已经要他说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驱逐舰没问题，但是你要打航空母舰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目标或怎么获得，这里面绝对有中国技术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够逮到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中国在这后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样是中国的角色，特别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现在是说中国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报上面提供给伊朗，老师又怎么看？
对，那个刚刚提到阿布马哈迪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是伊朗拿出来。大家以前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成了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看法觉得说有中俄的联手啊，就基本上是唱一场双簧给美国看了，啊，因为呢，他们之间的做的，大家的评估啊，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啊，也没有这个理由要跟伊朗之间就是开战，更不要说是地面的战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伊朗的这个存在啊，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俄罗斯先走一步啊，然后中国本身呢在暗中资助，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体来讲啊，就是希望中东的局势啊不要有伊朗的消灭啊，因为伊朗如果消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抵抗之湖？就是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就是从一开始到从哈马斯一直到这个叙利亚到伊拉克啊，然后到了胡塞武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这些的话呢，都陆陆续续被以色列加美国的联合作战的方式击溃，所以伊朗变成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中国跟俄国的支持？伊朗原来就是俄国的一个小老弟，俄国对伊朗的支持长期以来就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话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国在买的。啊，那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啊，它各方面来讲，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国都有买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区域上，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东没有敢跟美国挑战的伊朗的话呢，那整个区域的话呢，就可以宣告以色列的胜利。以色列胜利对于这个整个伊朗国家，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巴林啦，什么卡达啦，或者说是这个阿联酋啦，或者说这个沙特什么，都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搞得整个欧洲地区或者说整个世界地区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就会极端的反抗。所以在这个地区上要维持势力的均衡。然后第3个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哈，这个对于伊朗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话呢，美国不敢动手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东地区就继续乱下去。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边的邻居啊，只要战争不打到你家来的话，他们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坏事。这个当然讲这种话不道德了啊，可是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是我们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不管，如果中国有能力不管，那俄罗斯现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也管不住的话，那中国不适当的施出援手的话，如果伊朗真的没的话，那还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对不对？至于说是川普提出来的条件呢，我觉得说废核跟废弹的话呢，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次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以后，大家发觉乌克兰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几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况，现在没有人敢惹北韩了，没有人敢惹，为什么？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但是有浓缩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导弹。所以说前面2个，至于说代理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嘛。好，谢谢苑老师。确实延续聂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川普现在特别提出来针对伊朗2月6号要进行的核谈判。3个条件当中，刚刚岳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除了要废核之外，还要限制它的弹道飞弹的发展，最后就是支持这个中东，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川普说了，如果在2月6号这一次谈不拢的话，就会有坏事情发生。那伊朗这个时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说他会暂停核计划，并且把浓缩铀送往俄罗斯去。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有没有机会谈成 ？OK， 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或者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说实在有3个步骤，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这2个方呢，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方可能比较强，他是用攻击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御，但他也够强的话，他也可能会攻击，但最后呢，一个方式就是你防御也防御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现在觉得美伊这边的谈判呢，是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喊出声量来讲呢，伊朗其实在军事上、霸权上绝对赢不了美国，美国基本上是步步为营啊。但伊朗当然也释出了非常的讯号，说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更知道美国的军事实力绝对是高到一定国家之上。
那么而且呢，他的霸权呢，甚至他呼朋引伴的这个盟友的这个这集结地位也是比较有。因此，他如果继续的给这个伊朗一些威胁的话，伊朗当然最后还会选择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善意。可是重点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三个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二战之后呢，日本呢讲不好听点，你已经这个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以前这么多的这个罪行，那当然你不能再有攻击武器，当然还是给你有一个保命叫做防御部队，叫 defense， 就他们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御部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你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那刚才这个您可以看到，不管媒体上讲或者刚刚思明讲的，美国要的3样东西，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农村送到俄国，那他有个小小保护伞，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当然美国不是就比如以一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他有前线代理，有后线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帮这些代理人去贡献，或者呢帮后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线代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组织也门啊，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还有呢像以前的委内瑞拉，当然像那个伊拉克等等都算。他背后还有2个核武大国，北韩、俄国。当然说不好听，还有一个中国慢慢隐形。中国只是忍着不讲话，其实他也会适出的偶尔的提供资讯啊，这个跟这个印巴战争一样。当然，美国那一方呢，现在不是而是美国直接跟他，所以他没有所谓代理人，他当然会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他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哈。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后讲到他把农村送到俄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但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策略了，因为他毕竟他的代理人，这个他幕后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护盘者呢，他还是觉得他们多少还是有点力量可以保护他的未来的生存，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策略。那当然也就是他预留他未来的一些生存的空间。那么我最后要讲说，美伊这样我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美国步步为营，他又有霸权在手，又有军事实力，又有盟友的这些力量，会不会最后这个成功呢？基本上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成功的。伊朗最后还是会让步，毕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国真的这个，当然美国也会自伤，对不对？打人这个1/3也自伤，打人7分自伤3分。可重点是，大家到最后都会形势比人强啊。就是说我发现你一定要做动的时候，我还是会一些让步。因此，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成功的几率还蛮强的。但是伊朗它还是要必须我刚刚讲的，它已经无法攻击，它最少还是要保密，还是要有未来的防御的一些保命的未来的预留空间。